各位线上的同修，大家晚安，大家好，感恩大家来参加线上读书会。今天晚上我们读书会的主题是心外求法就是外道。我们先来解释心外求法是什么意思啊？这个心外求法就是在自己的内心之外去寻求真理，寻求解脱，跟寻求佛法的根本认为呢外在的神明啦、咒语啦、法术啦，或者是显易惑众的种种形式啦，甚至是透过自认为有神通或特异功能的人，期待他可以帮我们化解跟解脱嘞，而忽略了自己内心的修炼跟觉悟，这个叫做心外求法。那什么是外道呢？外道就是佛道之外的修炼方式，叫做外道啦，对吧？也就是说，执着于外在的行为形式，或执着于错误的见解而偏离了解脱之道，这个叫做外道外道甚至可以把它延伸解读为什么就例如说不能去成就别人啦，无成人之美啦，心无正念，私心很重，很会布施，也很会计较或者很爱行善，也很会障碍别人行善或心地很慈悲，但嘴巴不慈悲常常心好，嘴巴脾气不好等等，这些也都叫做外道听得令人毛骨悚然想不到我们的过去也都是在外道里面对不对现在也是一样只要稍一不慎都有可能马上落入外道所以才说嘛，若能明心，则外道经典都是正法；若不明心，则学佛多年还是外道。所以不要以为自己是在行菩萨道，就一定是在正道里面，不一定刚刚前面讲的那些现象，如果还在继续发生，那就是外道的修行者。外道并不代表一定是邪道啦，或者邪恶啦，而是偏离正道的意思啦那偏离正道也不一定是邪道只是没那么正而已啦那我们学习的是正信佛法一旦看到没那么正信的这个教徒的时候呢，我们很容易感受得出来例如呢，已经在学佛了，他却跟鬼神扯不清，或者是一边学佛一边还在求神问卦或算命，或者明明修的是正信佛法，却还执着于挑日子选时辰，对正信佛法所讲的日日是好日，时时是好时，天天是春天，这种正信思想呢，他还产生质疑或者半信半疑甚至自己内心呢的心灯跟佛灯呢，不去点燃它，却常常跑去寺庙去点光明灯还有念珠念到珠子闪闪发光但心中常常是暗淡无光这样念佛再久也找不到自己的心灵风光这些迷而不觉的不正信的做法呢，其实是罄竹难书。以上所讲的这些现象都叫做外道。我们经常会听到一些人呢抱怨的说我学佛我也行善付出那么多那为什么都看不到好报呢或者说哎呀我关怀这一位照顾户或亲人那么久，照顾亲人那么久，为什么他们都不懂得感恩呢？或者有为人父母的很疑惑的问到说，我对我的孩子一直以来都是那么的疼爱，为什么他们都没有心存感恩呢？心中如果起以上这样的想法，都算是错误的心态，就好像处在自己的心灵暗示之中因缘果报必须了解更是要深信深信因果就是正思维，这是正信跟自信，也就是正道。那不信呢，就是拨无因果啦拨开的拨啦这个会有严重的后果。因为不信有天堂所以好事不必做，好事做再多也不会上天堂那误认呢坏事可以多做一点，因为做再多也不会下地狱，因为没有地狱
这个叫做波无因果啦，没有因果观啦，因果错乱，最后就造成天下大乱啊。所以正信与自信之人呢，才会充满正知正见啊，也才能时时走在正道上面，而保持心地光明呢。这样才有可能心明妙法生呢。有些人看到别人迷信，他会产生一种心理，叫做我偏不信。这种偏不信也是另外一种迷信，迷在波无因果啦，迷在不畏天不畏地，好像什么都不怕。上个月7月6日，轻度台风叫做丹纳斯啊，大家应该记忆还新。从台湾南部一路往上重创的台南市跟嘉义县不止停水停电房屋扫得七倒八歪的，农业跟渔业更是严重受损是40年来最严重的哦。只是轻度就这样了如果是中度或强度，那不是更惨了？这印证末法时期灾难偏多的预言也印证了我们人类已经无法胜过天的了。人定胜天这句话已经被颠覆了，因为全球工业所以造成大地一直在反扑嘛，所以不能够再天不怕地不怕了，而是要时时敬天畏地这个是正言上人开智常常提醒我们的，也就是要敬天地畏鬼神。也因为畏鬼神所以叫敬鬼神而远之。正信佛教徒不能跟鬼神一直扯不清有些已经在学佛的人心里还会有中邪啦中降头啦卡到阴啦妖魔附身啦等等的这种思维这就是一种无知。无知不是骂人的话了也不是说没有知识或没常识了，而是指的是一种无明跟迷信就是对真相不了解了，对因果不清楚了，对自己的身心现象没有正确的认识。举例来说了一个人突然间胡言乱语语无伦次，情绪失控，行为异常等等。那以民间的说法可能是这个人中邪的啦，或卡到阴的啦。但是如果以佛法的角度来讲呢，这个可能是过去的业力现前或压力失衡化解之道终究还是要回归到自心的调整。因为外魔不可怕，内魔才可怕。因为外魔易躲内魔难防内神通外鬼，内心通外鬼，不是这样子讲吗？是自己内心先出问题，才会接着引鬼上身那病是身的问题身的问题，烦恼是心的问题。有病要看医生，有烦恼要靠佛法只要自己是心正气盛，百邪自然不侵只要自己是心清自明鬼神自然不来邪魔外道要来找我们，也是要选择我们心不宽念不纯的时候当我们是正气凛然的时候，邪魔外道闪我们都来不及了，怎么敢靠近我们呢？一定是我们自己先心虚那邪魔外道才有可能趁虚而入嘛。这个就像好像说我们身体的免疫力下降，才会招感病毒入侵道理是一样的身体的免疫力如果是正常的，气血充足了，病毒细菌就不容易发作。相反的，当我们过度劳累，压力过大，作息混乱或营养不均衡，那就很容易造成什么免疫力下降嘛。那这个时候外来的病菌就很容易入侵了，造成疾病同理一个人心虚或正念不坚或三观不稳的时候了就容易被外界的邪知邪见诱惑烦恼所动摇了那这个时候是我们自己打开了内心的缺口了，而让这个外魔去招感让这个内魔去招感外魔，
让邪魔外道趁虚而入啊。刚刚讲这个三观不稳啊，这个三观是指什么？世界观、人生观跟价值观啊。那三观不稳，简单讲就是观念不清楚，观念偏差，也就是没有政治正见呐，没有佛知佛见呐。所以我们不能怪外魔或外道，始作俑者是自己啦，自心就是内贼啦。先有里应，才有外合啊，不是吗？那为什么我们刚刚讲学佛多年还是外道呢？因为学佛只停留在形式上的念经拜拜，没有深入了解佛法的道理，没有正信正念，一碰到问题或烦恼啊，只想求快速解决，也很怕麻烦，于是呢，走回头路，回头去依靠民间信仰来寻求快速解决，啊，这也是跟过去还没有学佛之前原生的信仰有关呐，也就是我们老祖宗遗留下来的民间信仰的根深蒂固啦。大家都讲宁可信其有啊，有就是有迷信了，所以迷信不如不信，不信不如正信。所以刚刚讲这个宁可信其有啊，这个也是一种无明啊。不是说拜拜不好，而是我们如果一味的向外求了，很容易忽略的内修。因为外求跟内修是完全不同的方向，那你不从内心去修炼，就永远无法找到真正的安稳跟解脱。无明就像黑暗，智慧就像光明，只要有正见跟智慧的话，就能走出心灵的黑暗。所以学佛如果还在相信这个中邪啦、卡因啦，说这些有这些说法的话呢，而感到害怕啦，某种程度上可以说是停留在无明跟迷信啦。那真正修正信佛法的人呢，他不会有驱魔或辟邪的这个念头，因为他很清楚，只要自己是心正气盛，邪不侵，心开意解呢，福就来了；心诚意正呢，运就通了；心宽念纯呢，业就消了。前面第一个字都是心，都是心呐，也就是从心去下手，再去架班呐，才是正道了，叫做存乎一心呐。要了解事理，就要先学习自信啊，智慧的信仰，才能培养我们的洞察力跟离职力啊。一个人如果没有相当的洞察力跟离职力啊，生活想要喜悦或身心想要开朗，那个是十分困难的。因为洞察力能让我们看清自己的执着，离职力可以让我们看清后呢放下。烦恼是从内心引起的，要解脱烦恼，那当然是要从内心去寻求答案呐。就好像说，明明钥匙是掉在屋子里面，却一直去屋子外面找，问他为什么这样，他还说外面比较亮，比较好找。这就是跑错方向，找错对象啊，叫做颠倒啊。同样的道理啊，快乐也不是掉在外面啊，是掉在里面啊。你还是对外的穷追不舍，结果是空忙一场啊，虚度一生啊。你说冤枉不冤枉？其实快乐就掉在自己的内心里面了，却舍近求远往外求，而且还穷追不舍。那快乐反而成为我们的负担呢，不但不快乐，还变成负担呢。不但找不到苦源来加以消除啊，却还一直变本加厉啊，苦上加苦，复制烦恼啊。这个就是我们凡夫苦不了的原因嘛。那为什么说心外求法是错误方向？因为修行的基本理念是转化自心嘛，而不是追求外在的奇迹呀。如果不从内心去下手，那就是舍本逐末嘛。如果只是专注在礼拜佛像啦、诵经念咒啦，或崇拜神灵啦，而不是从内心去修自己的自心，去除灭贪嗔痴啊，或很会对外要求别人，却从不对内要求自己，这些都不是佛法的正道，而是外道。
我们如果总是希望透过外境来解除自己的痛苦，这样就会失去自主的力量啊！佛法是要让我们自己做主人啊，不是被掌控的仆人而身不由己啊，不是这样子啊！如果事事都做不了主，就会被外境牵着鼻子走啊！这样就是身心不由己的痛苦人生。举例来说了哈，一个人经常失眠啊，也常去找法师啊，要求帮忙诵经啊、点香啊、化解啊，却不肯面对自己内心的焦虑、烦躁、敏感或妄想等等。表面上看起来是向外求法，实际上这个是逃避内在的问题。这样就是叫心外求法，也就是刚刚讲的，明明钥匙掉在屋子里面，却在屋子外面找，找的再久也找不到，去拜去求，求的再多也求不得，还是无法彻底解决痛苦啦。证严上人曾经开始说修行是要向心地用功啊，不能只做表面功夫啊。这句开示是提醒我们不能心外求法，因为心外求法无法可求啊，心外求道，道必难会啊。心外求法就好像考试前去庙里求神保佑啦，或花钱买什么开运笔啦，或幸运符啦，却不去好好用心准备自己的功课，对，就像这样的道理啊。诚心拜拜不能说不好或不对啦，但如果自己不定下心来读书啊，这样成绩怎么会好呢？是吗？靠山山会倒，靠人人会跑，所以靠自己最好，不是靠别人不可靠啦，而是靠自己更可靠啦。举一个例子啊，夫妻常常吵架，那心外求法的人呢，他会去请人家帮忙改风水、改名字认为呢这八字不合、风水不对啊。然而夫妻之间或人与人之间之所以会个性不合或感情不合，不是八字跟风水的问题而是来自彼此都有习气或情绪管理不好、耐力不好。如果自己不反观内心呢，即使外在条件再怎么改变呢，也无济于事啊。如果能心内求法，就会懂得什么？哎呀，忍一时，风平浪静啊！哎呀，退一步吧，海阔天空。这样才是根本的解决之道啊！有些人做错事了，就去点灯啊、放生啊、捐香油钱啊，认为这样就可以抵罪啊。其实真正的忏悔是要立即亡羊补牢，重新忏悔啊，立即止恶防非啊，改过迁善啊，这样才会有实效啊。也有些人呢，在人生遭遇瓶颈的时候，或诸事不顺的时候，四处求补啦、求签啦、改运啦等等，却不知道自己内心的昏沉、散乱跟无明，才是造成的根本原因啊。这个时候，懂得心内求法的人，他会透过独处、沉淀、静思来检讨自己，从中去了解善恶因果的道理，然后以佛法来加以对治，这样才有可能解决内心的不安呢。佛说42章经里面有一句话是这样子讲：博闻爱道，道必难会啊；守志奉道，其道甚大。意思是说，如果只是听闻很多佛法啦，并且自以为哎呀很喜欢佛道对道理了解的很表面这样就很难契入正道的本质啦。简单讲就是说，博闻知识很丰富，不等于体悟深刻哦。要体悟深刻，就要身体力行，静中修4分，不如动中修1分呢。为什么守志奉道，其道甚大呢？当一个人守志，表示他有定力守住这个志向嘛，不被外境所诱惑，也不会被杂念所干扰啊。所以当一个人奉道，表示他有行动力，信受奉行嘛，不是吗？表示他有行动力，
他注重实践佛法，而不是在研究佛理呀。这样子的实践者是表里如一，身心一致，这样才能契入正道啊。因此才说其道甚大嘛。简言之啊，经者道也，道者路也。那既然是路啊，就要去走啊，才会到目标啊。只是很会问，但不去走，问的再多，懂得再多，也是一事无成嘛。所以道不是靠听的，而是靠走的啊。这样的道理呢，我们都要很清楚啊。好，我们今晚读书会心外求法是外道啊，就分享到这里。祝福各位福慧双修，法喜充满。我们下周同一时间再见。